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拉。我发现啊，不管是已经在澳洲生活，或者说想要移民来澳洲的观众们，大家都对买房子很有兴趣诶。今天我就想要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在 Brisbane 2次购物的经验。希望可以帮助大家，不管是在选房产啊、出 offer， 或者是在一些买房流程上面，可以注意一些事情。因为今天这个影片呢，我预计是要给中英文的观众看的，所以讲话会稍微慢一点。那如果觉得我讲话太慢的朋友，你们就可以调一下，可能 1.25 倍速还是2倍速，就可以赶快看过，但是又不会漏掉任何的重点。那影片的最后，我也会分享一个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用的脸书房产社团。在那个脸书社团里面有很多各州的房产达人哦，所以大家不管是对哪一州的房产有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在那个社团里面发问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就开始吧。澳洲房价触底了吗？现在是时候进场吗？根据房产权威 CoreLogic 在10月初的文章显示，市场调整期呢应该会在2023年的第一季结束，然后之后开始复苏哦。这是因为啊，他们在9月的时候已经看到房价下跌减缓的趋势了。现在市场坦白说就跟我年初看房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啊。那个时候我看房子的时候啊，每一个房产它几乎都写 auction。Good to see you back at $780,000 and again maybe straight to 800. Now's the operative move. 可是现在的房屋 listing 已经会开始给 price guide 了哦，而且现在因为屋主知道市场不好嘛，大部分的人呢，如果可以不要卖的话，就会尽量不要拿出来卖。所以现在如果你看到市场上有在卖的房子，屋主应该都是真的有要卖的理由。我自己是觉得哦，真的有买房子需求的观众，其实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慢慢的看房了。搞不好可以遇到很不错的房子跟价格哦。像旁边这一间啊，它在 Rochdale South 有600多 square meter 的地，然后开价只要50万左右，我觉得超级划算的。因为老实说，你怎么可以确定等到你真的要看房子的时候，房价就一定是真的最便宜的呢？澳洲买房的第一步是什么呢？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贷款能力在哪里。决定你可以贷到多少钱呢？有2个因素，就是自备款和收入。自备款一般来说是20%，可是如果你不到20%的自备款，但又真的很想买房的话，自住房最低的自备款是5%，那投资房的自备款最低是10%。在自备款不够的情况下，可以用 LMI 来补助。可是最近的新政府不是推出了 Help to Buy 要帮助首购族自产的政策吗？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可以找博客问一下，看看你有没有符合什么条件啊，像什么 First Home Owner Grant 啊，或者 Help to Buy 之类的。那通常博客也都会帮忙申请这些补助哦。还有，因为最近利率一直在上涨嘛，所以我觉得就是 pre-approval 这种东西就不用做了。每一个银行的网站啊，其实都有一个房贷试算机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上网自己初估一下，或者说找 broker 帮你算一下，看看你到底是可以贷到多少钱，可以买多少钱的房子。然后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，就是那个蓝色的银行啊，我没有说是谁哦，就是他们之前审批超级满的。那我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改善了啦。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本身就不是那个蓝色银行的老客户的话，然后你又很急着要买房子，那你要不要干脆就是绕道，然后直接找别家银行会比较快。开始看房有什么要注意的呢？其实哦，我真的收到很多私讯，然后还有 email 就问我说啊，这个房子怎么样，那个房子怎么样。可是每一个人的需求真的不一样诶。比如说我告诉你南区很好，然后你在北区工作，那你难道就想要每天塞车1-2个小时从南区开到北区去上班吗？应该不想吧。所以啊，每个人需求不一样，在意的事情也不一样。那我自己最在意的呢，是犯罪率啊，会不会淹水这一些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哦，如果你买的房产是学区好的房子的话，那以后也会比较好出租哦。所以以我个人的看房经验来说啊，就是你一定要有所妥协，什么东西是你绝对要的，那什么东西是你绝对不要的。因为常常有人说我们如果看一个房子，它什么都好的话，那最后就是价钱不好。在看房子的当下呢，其实我都会问说，屋主为什么要卖啊？那这个房子它本身有没有10年之类的？毕竟对于有10年的房子之后，如果你要装修不小心碰到它的话，那你可能还要再花个几千块去请人家来把它移除掉。
所以呢，基本上看房子就是大概生活机能啊、交通、学区，然后土地面积这些都是要考量的哦。至于该怎么出 offer 呢？虽然说啦，中介的话是不会尽信没有错，但你还是可以问一下中介，屋主给的 price guide 大概是在哪里。我自己本身是会用 Domain 还有 ANZ 的 Property Report 去查市价，还有啊，最重要的是 Land to Asset Ratio。有听过吗？就拿我上次这一支影片拍的房子来算给你们看好了。这一块地的估值是34万，它最后的成交价呢是81万，所以它的 Land to Asset Ratio 其实就只有 41.9%。在澳洲买房子呢，最重要就是土地增值这一块了，因为房子它本身就只会折旧嘛，所以说以投资的角度来看啊，在70%是最好的，那最差也是尽量就是不要低于50%。合约书有什么该注意的？那你出了 offer， 然后屋主也同意你的价格还有条件以后，那接下来就是进入到签约的程序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中介他会准备一份合约书。那我自己是会看说呢，如果你有 subject to finance 啊，或者 subject to building and pest inspection 啊，那这些东西它有没有被放在合约书里面？或者说有时候屋主他要跟你返租的时候，那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写在合约书，都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仔细花时间看一下。那至少啊，最后如果贷款不过或者房子本身有问题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无条件的解约。那我记得啊，我在那个房产社团，就是好像有看到人家说，在博斯啊，如果你不是房子有重大结构问题的话，好像是不可以写说 subject to pest and building inspection 这一类的。就我不是很确定啊，那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去那个脸书社团问一下。还有建议大家在开始找房子的初期，其实就可以先把之后的过户律师给找好，这样子在你要签合约之前啊，你可以先把合约寄给过户律师看一下，请他大概帮你看看，有没有哪一些地方要注意的，那可不可以签下去。既然提到了 Building and Pest Inspection， 那这边再跟大家补充一个概念。在澳洲，如果你是用 auction 买到的房子啊，那你之后就不可以再自己做 Building and Pest Inspection， 然后说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我不买了。因为通常 auction 他买到的房子呢，就是as it is。他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但是上次帮我过户的那个律师他有跟我说啊，就是在 auction 之前有一些比较好的屋主呢，他们自己会花钱请人家来做 building and pest inspection。那这时候如果说房子真的有问题了，你 auction 也买到了，那你就可以借着说我是因为相信他们提供的那一份报告我才买的，那现在有问题我就不买了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权利还有义务到底是在哪里。那如果你像我们就是屋主也没有做 building and pest inspection， 然后我们又是在 auction 买了，那就是要自求多福。做完约以后，中介就会要求你把定金转到他们的账户里面去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是在博客、律师、中介这三方里面不停的周旋。自己本身会是在买完房子以后的第一个邮件里面 CC 所有的人，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对方的 email 是什么。还有如果你是在昆士兰自产的话，记得签约以后要马上买保险哦。最后就是交屋前的确认，在 settlement 之前呢，可以做一个交屋前的检查，看看房子有没有受到损毁啊，或者说跟屋主谈好该搬的东西有没有搬，不该搬的东西有没有被搬走。或许你们之间有谈好说什么东西是应该要修的，那它到底修好了没有呢？交屋以后，如果你不需要装潢，是直接入住的话，那我会建议大家在入住之前先做一个 pest control， 这样子才不会搬进去以后还要再做 pest control， 然后自己要闻那一些 chemical 的味道。影片的最后呢，我知道看房子的大家不一定以后一定会是在昆士兰自产，有可能你会去 Sydney、Melbourne 或者 Perth、阿德雷德。那大家如果说真的对房产购买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上这个脸书网站。那这个版主他本身也是一个买家中介，而且他人真的超好的。就是会提供很多的资讯，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找他服务哦。好啦，那我们影片就先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